季怀州落下最后一笔签名的时候，我清楚地看见他唇角微微上扬的弧度。那张离婚协议被推到我面前，他的字迹一如既往的凌厉干脆，连一个多余的顿笔都没有。我垂下眼睛，指尖按住纸张边缘，听见他用那种波澜不惊的语气说，下周晚清要过来看看房子，你尽快收拾一下搬出去。他说这话的时候甚至没有抬头看我，目光落在手机屏幕上，嘴角还挂着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温柔笑意。那笑容不属于我，从来都不属于我。好，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的像在答应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季怀州似乎有些意外我的反应，终于抬眼瞥了我一下，那双眼睛里没有半分留恋，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像是在说，你终于肯签字了。他很快收回目光，拿起西装外套站起身，走到门口时顿了顿，头也不回的丢下一句，别墅里的东西你看着处理，不要的让张妈扔掉就行。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像羽毛落地，却震得我心脏钝痛。我坐在沙发上没有动，手指还按在那张纸上。阳光从落地窗倾泻进来，照得茶几上的婚戒微微反光，那是我3年前亲手为他戴上的，而他早在半年前就不再戴了。我拿起那枚戒指，指腹摩挲过内壁刻着的字母 GL， 季怀州和林昭宁。林昭宁，我念了一遍自己的名字，忽然觉得这3个字陌生极了。嫁给他3年，我从林家的大小姐变成了季太太，又从一个季太太变成了这栋别墅里最安静的摆设。所有人都说我高攀了季怀州，嫁入季家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可没有人知道，这段婚姻的每一天，我都在一点一点地杀死那个原本鲜活的自己。我记得每一个他晚归的夜晚，餐桌上的饭菜热了又冷，冷了又倒掉。我记得每一次他接到电话时眉眼间流露的温柔，电话那头永远不是我。我记得他手机屏幕上那个女孩的照片，苏婉清，他的初恋，也是他心底从未放下的人。我记得上个月他生日那天，我做了一整天的菜，订了他最喜欢的黑森林蛋糕，等到凌晨1点他才回来，身上带着陌生的香水味。我问他去了哪里，他皱眉看着我，像看一个不懂事的陌生人，然后说，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我在他心里连一个过问行踪的资格都没有。3年1000多个日夜，我用尽了所有力气去爱一个人，最后只换来他一句轻飘飘的尽快搬出去。我站起来，腿有些发软，但脊背挺得笔直。我走进衣帽间，拖出那只尘封已久的行李箱。箱子是结婚时外公送我的，意大利手工牛皮。当年外公笑着说，昭宁啊，外公给你准备这个箱子，是希望你以后去任何地方都能体体面面。那时候我不懂，结婚为什么要准备行李箱？现在我懂了。外公从来都知道，这段婚姻不会长久，因为这段婚姻本就是季家求来的。3年前季氏集团资金链断裂，是我外公出手救了他们，条件只有一个，季怀州娶我。外公以为给我找了一个最好的归宿，却不知道他亲手把我推进了一座华丽的冰窖。而季怀州呢？他大概从来没有忘记过苏婉清，那个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选择出国深造的女孩，如今学成归来，荣耀加身，成了国际知名的珠宝设计师。他比他记忆中更优秀，更耀眼，而我不过是一个用家族资源换来的枷锁。我拉开行李箱的夹层，指尖触到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很旧了，边角已经磨损，上面是外公熟悉的字迹，昭宁亲戚。这是外公去世前3个月交给我的，他说，孩子，等你真正需要的那一天再打开。我想，今天就是那一天了。我撕开信封，里面的内容让我整个人僵在原地。那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林正宏先生自愿将其名下万盛集团 8% 的股份无偿转让给外孙女林昭宁，即时生效。8%，我的手指开始发抖。万盛集团是国内最大的综合商业集团，市值超过2000亿。外公是万盛的创始人和最大股东，他去世后股权被拆分给了几个子女，但我从来不知道，他竟然单独给我留了 8%。这 8%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什么都不用做，
光是每年的分红就超过5个亿，意味着从这一刻起，我不再是季怀州眼中那个高攀季家的附属品，我是万盛集团的第3大自然人股东。我抱着那份协议缓缓蹲下身，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外公，原来您什么都算到了，您算到了季怀州不会爱我，算到了这段婚姻会走到尽头，算到了您的昭宁会在某一天需要一个重新站起来的底气。您在3个月前把这封信交给我，是因为您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想要最后护我周全。我把脸埋进膝盖里，哭得无声无息。3年了，我在季家受尽冷落，从不在人前掉一滴眼泪，此刻却像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卸下所有伪装的港湾，只是那个为我遮风挡雨的人已经不在了。哭够了，我擦干眼泪站起来，把那封信重新叠好放回夹层，然后开始收拾行李。我的东西其实不多，嫁进季家3年，这栋别墅里真正属于我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件换洗衣服，一些护肤品，外公送的首饰盒，几本翻旧了的书。季怀州送我的东西倒是不少，每个节日都有礼物，珠宝、包包、手表，样样价值不菲，但每一件都是他秘书挑的，连包装上的蝴蝶结都不是他系的。我把那些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整整齐齐摆在梳妆台上，留了一张便签，还给你，我不需要了。收拾到床头柜的时候，我看到那本相册，翻开第1页，是我和季怀州的结婚照。照片里的他面无表情，像在完成一项任务，而我笑得很勉强，眼底带着17岁就对他萌生的爱意和此刻终于嫁给他的惶恐。17岁那年，我在外公的寿宴上第一次见到季怀州，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站在人群里谈吐从容，笑起来的时候眉眼弯弯，像是揉碎了满天的星光。16、17岁的女孩哪懂什么是门当户对，我只知道那个人的笑容让我心跳漏了一拍，从此再也追不回来。后来我做了很多傻事，偷偷打听他的喜好，报名他常去的健身房，甚至笨拙的学做他喜欢的菜。他知道我喜欢他，从来都知道，但他从来没有回应过。直到外公提出联姻的条件，他才出现在我面前，冷冷的说了一句：“我们结婚吧。”没有求婚，没有戒指，没有一句我喜欢你，但我还是点了头，天真的以为只要我足够好，足够爱他，总有一天他会看到我。3年过去，我终于明白，不爱就是不爱，和你好不好没有关系。我把相册合上，放进了行李箱的最底层，不是留念，是提醒自己，以后再也不要为任何人低到尘埃里。行李收拾完，我洗了个澡，换上一件干净的白色连衣裙。镜子里的女人27岁，眉眼间还残存着几分少女时的轮廓，但眼神已经完全不同了。3年前的林昭宁眼里有光，有期待，有对爱情的憧憬，现在的林昭宁眼里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像一面被擦去了所有涂鸦的墙壁。也好，白墙好作画，空白好重来。我提着行李箱走下楼梯的时候，张妈正端着早餐从厨房出来。她看见我手里的箱子，愣了一下，眼眶立刻就红了。太太，您这是？张妈，以后别叫我太太了。我冲她笑了笑，这个笑容比我3年来的任何一个都要轻松，叫我昭宁就好。张妈是这栋别墅里唯一真正关心我的人，她帮我拿了3年的外套，熬了3年的醒酒汤，也替我擦了3年的眼泪。此刻她站在餐厅门口，围裙上还沾着面粉，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您要去哪里啊？先生他，张妈欲言又止，大概是想说先生会后悔的，但他说了一半就咽了回去，因为连他都不信。去我想去的地方。我走过去抱了抱他，在他耳边轻声说：张妈，谢谢你这3年的照顾，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在这里做了，随时来找我。说完我松开他，拉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别墅大门。外面是9月末的清晨，阳光清澈的像被水洗过。我站在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桂花的香味，隐约从隔壁院子里飘过来。去年这个时候，我还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桂花树，季怀州路过时看了一眼，说你种这个干什么？落叶太多。那棵树今年开花了，但我看不到了。我掏出手机，给自己订了一张机票。
没有目的地，我只是看了一眼最近的国际航班，飞往巴黎的航班还有3个小时起飞。头等舱，靠窗，一个人的座位。订完机票后，我打开通讯录，翻到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号码。号码的备注是陈律师，外公生前的私人律师，也是那封信里指定的联系人。电话响了2声就被接起来了，对面传来一个沉稳的中年男声：林小姐，您终于打电话来了。陈叔叔。我站在路边等出租车，声音比我想象中平静得多。信我看了，我需要您帮我办几件事。您请说。第一，帮我处理股权变更的所有手续，正式确权。第二，把我名下的资产做一个全面梳理，我要知道我手里到底有什么。第三，我顿了顿，看着远处季怀洲的车从路口拐进来，应该是落了什么东西回来取。他的车在别墅门口停下，车窗缓缓降下来，露出一张俊朗而冷漠的脸。他看见我拉着行李箱站在路边，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走得这么干脆。我们对视了3秒钟，我没有躲开他的目光，也没有说话，只是平静地收回了视线，对着电话那头说：第三，帮我查一下季氏集团目前的财务状况，越详细越好。季怀洲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他大概听到了季氏集团4个字，但他什么都没问，只是升起车窗，发动车子驶进了别墅的车库。他从头到尾没有问我要去哪里，没有问我要怎么走，甚至没有多看我一眼。就像我这3年在他生命里留下的所有痕迹，都不值得他一个多余的眼神。我也没再多看他一眼。出租车来了，我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坐进后座，报了一个他永远猜不到的目的地。师傅，去机场 T3 航站楼。车子发动的时候，我透过车窗最后看了一眼那栋别墅，灰白色的外墙，尖顶的欧式风格，前院种着我精心打理却从未被欣赏过的玫瑰。3年了，这栋房子从来没有让我有过归属感，它只是季怀洲的房子，而我是借住在这里的客人。现在客人该走了。出租车驶离别墅区，拐上机场高速，两旁的梧桐树飞速后退。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忽然浮现出17岁那年的场景。我在寿宴的人群里踮着脚张望，目光穿越无数西装革履的宾客，第一次落在那个少年身上。如果那时候有人告诉我10年后你会带着8亿股份离开他，一滴眼泪都不会掉，我一定不会相信。可人生就是这样，你曾经以为非他不可的人，终有一天会变成你可有可无的过去。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银行发来的短信。我点开一看，瞳孔微微放大，外公留给我的股权，今年的年终分红已经到账了。我数了数那串数字后面的零，冷静地关掉了屏幕。9位数，不到10亿，但足够我做很多事情了。窗外，城市的轮廓在晨光中逐渐模糊。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地面上越来越小的建筑和道路，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那感觉像是被关在笼子里太久的鸟第一次展开翅膀，有些生疏，有些笨拙，但更多的是一种铺天盖地的自由。3万英尺的高空，我的人生重新开始了。巴黎只是第一站，接下来的3个月里，我走遍了12个国家。我在冰岛的极光下喝酒，在南法的薰衣草田里奔跑，在摩洛哥的沙漠里骑着骆驼看日落。我住过6000块1晚的套房，也挤过满是背包客的青旅。我在巴塞罗那的街头吃过凌晨3点的海鲜饭，在京都的蓝山坐过雨中的小火车，在威尼斯的水巷里迷过路，又被好心的意大利老爷爷送出来。我拍了很多照片，一张都没有发朋友圈，因为我已经不需要任何人的点赞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了。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给张妈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的背面只有一句话：我很好，不用担心。而关于季怀洲的消息，我并不是一无所知。陈律师每隔一段时间会给我发邮件，汇报我交代的事情。股权变更手续在11月初全部完成，万盛集团召开了临时董事会，正式确认了我的股东身份。与此同时，季氏集团的财务状况也被调查得清清楚楚。季氏这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3年前的那次危机虽然被我外公出手化解了，
但根源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季怀州的父亲季远山经营理念陈旧，多个投资项目接连失败，加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季氏的市场份额已经缩水了将近40%。更糟糕的是，他们为了快速扩张，在多个领域大量举债，如今债务规模已经远超警戒线。季怀州接手后做了一些调整，但积重难返，效果甚微。季氏目前的资金链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随时可能断裂。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我正坐在圣托里尼悬崖边的一家咖啡馆里，眼前是爱琴海令人窒息的蓝色。我放下手机，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心情平静的连自己都觉得意外。如果是3个月前的林昭宁，看到季氏有难，一定会想尽办法帮忙，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他以为帮了他，他就会多看他一眼。现在的林昭宁只会想，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甚至忍不住笑了一下。季怀州，你以为娶苏婉清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苏家确实是书香门第，苏婉清自己也是小有名气的珠宝设计师，但苏家的财力跟季氏如今的窟窿比起来，不过是杯水车薪。你不知道，3个月前被你扫地出门的前妻，如今才是唯一能救季氏的人。万盛集团8%的股份，加上我名下的其他资产，总价值超过30亿。如果我愿意，随时可以成为季氏的重要股东，甚至控股方。但我不会救的，不是因为我恨他，而是因为我已经不在乎了。恨也是一种感情，而我对季怀州连恨都没有了。就像看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新闻，哦，季氏要倒了，知道了，然后继续喝咖啡看海。12月的某个傍晚，我躺在马尔代夫的水上屋里，手机再次震动。这次不是陈律师的邮件，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我点开一看，愣住了。林小姐您好，冒昧打扰，我是陈冬青，您的父亲。我知道这很突然，但我想见您一面。我时日无多了。父亲。我盯着屏幕上的这2个字，手指僵在原处。我从没见过我的父亲。母亲林若兰是未婚生子，在25岁那年生下了我，然后独自把我抚养到7岁，最后因为一场车祸离开人世。外公把我接回了林家，从此我就是林家的孩子。关于父亲的一切，母亲从不提起，外公也只字不提，就像这个人从未存在过。小时候我问过外公，外公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你爸爸是个很好的人，只是身不由己。我不懂什么是身不由己，后来长大了也不再问了。在我的认知里，父亲是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符号，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空白。可现在这个空白突然有了名字，陈冬青。我盯着那3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打开搜索引擎输入了这个名字。搜索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我倒吸了一口凉气。陈冬青，香港冬青资本创始人，身家超过500亿港币，是亚洲投资界教父级别的人物。他的投资版图横跨地产、科技、医疗3大领域，旗下的冬青资本管理着超过2000亿的资产，在香港、新加坡、伦敦都有分部。而这些都不是最让我震惊的，最让我震惊的是他最新的公开信息。3个月前，陈冬青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目前正在瑞士接受治疗。多家媒体预测，由于他终身未娶且无子女，他名下庞大的商业帝国将面临继承危机。终身未娶，无子女。我忽然想起外公临终前说的那句话，昭宁，你从来不是没有来处的人，你的来处比任何人都要耀眼。原来外公说的不是他自己。我重新打开那条短信，手指悬在屏幕上方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打下了一行字，您的意思是，您是我的父亲。消息发出去不到1分钟，回复就来了。是的，25年前，我和你母亲林若兰相爱，但她不愿意用孩子绑住我，选择独自离开。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去找她。昭宁，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自称你的父亲，但我真的很想见你一面。我放下手机，走到水上屋的露台上。印度洋的晚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拂过脸颊，天边的晚霞烧成一片浓烈的金红色，美得令人窒息。我忽然觉得这一切像一场不真实的梦。
3个月前，我还是一个被丈夫冷落3年，扫地出门的可怜女人。3个月后，我不仅继承了外公留下的8亿股份，还有一个身家500亿的父亲从天而降，说他想见我。命运这东西，真是比任何剧本都要精彩。我没有立刻回复，我需要时间消化这一切，也需要陈律师帮我核实这个人的身份。但在内心深处，我已经隐隐感觉到，这大概率是真的。因为我想起了一件事，7岁那年母亲去世的时候，外公抱着我站在墓前，我哭得撕心裂肺。外公的眼睛也是红的，他把我抱得很紧很紧，在我耳边说了一句我当时听不懂的话，别怕，你爸爸会来的，他一定会来的。后来并没有人来，时间久了，我也就把这件事忘了。现在想来，也许他真的来过，只是被拦在了门外。我回到房间里，拿起手机回复了一条简短的消息，给我一点时间。接下来的几天，陈律师帮我核实了所有信息， DNA 比对，时间线核对，陈冬青与母亲林若兰的过往，一切都能对得上。25年前，年轻的陈冬青来内地谈生意，在一场酒会上认识了林若兰，两人迅速坠入爱河，但因为陈家在香港的家族压力和身份差距，这段感情最终没有结果。林若兰发现怀孕后，没有告诉陈冬青，选择了独自离开。陈冬青花了20多年才查出真相，而那时候林若兰已经去世多年，他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嫁作人妇。他一直在暗中关注我，但从未打扰，直到他查出胰腺癌晚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才终于按捺不住发了那条短信。收到陈律师确认的当天晚上，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站在酒店房间的落地窗前想了很久很久。窗外的城市灯火辉煌，车流如织。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忽然觉得自己的前半生像一场身不由己的漂流。7岁失去母亲，被外公抚养长大，17岁爱上季怀洲，24岁嫁给他，27岁被他扫地出门。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被人抛下的过程，可此刻站在27岁的尾巴上回头看，才发现命运一直在暗中给我准备着礼物。外公的8亿股份是第一个礼物，父亲的500亿身家是第二个礼物，但我最珍贵的礼物是这3个月来独自走过的每一段路，看过的每一处风景，流过的每一滴眼泪和擦干眼泪后重新扬起的每一个笑容。我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附任何人的林昭宁了。1月初，我从马尔代夫飞往瑞士，那是一个被雪山环绕的疗养院，空气清冽的像被上帝洗过。我站在病房门口，看见一个消瘦的老人靠在床头，身上连接着各种仪器的管线。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面容苍老而疲惫，和我查到的照片上那个意气风发的投资教父判若两人。但他的眼睛还亮着，那是一双和我一模一样的眼睛。陈冬青看到我的第一眼，眼泪就掉了下来。一个叱咤商场40年的男人，此刻哭得像个孩子。他伸出手，声音颤得几乎不成句子，你和你妈妈长得真像。我在门口站了足足半分钟，然后走进去，在他床边坐下。没有拥抱，没有痛哭，没有电影里父女相认的煽情场面，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失散多年的亲人，也像在看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陈先生，我开口，声音有些干涩，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叫什么都好。他擦了擦眼泪，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叫什么都行，只要你肯来见我，让我叫你一声昭宁。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久，他跟我说了和母亲相识的每一个细节，说母亲喜欢在雨天穿一件藏青色的风衣，说他笑起来有一颗小虎牙，说他虽然看起来温温柔柔的，骨子里却比谁都倔强。他说他找了母亲很多年，找遍了所有可能的城市，最后是我外公去世前3个月给他寄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张我的照片和一行字，你的女儿，她叫林昭宁。你外公恨我。陈冬青咳嗽了几声，声音虚弱的像风中残烛，但他到底还是心软了，在临走前把你还给了我。我沉默了很久，心里翻涌着太多说不清的情绪，最后我只是轻声问了一句，你还好吗？好不了了。陈冬青笑了一下，
是那种看透了生死的人才有的淡然，胰腺癌发现就是晚期。我这辈子什么都算到了，就是没算到自己的身体。他又咳嗽了几声，然后看向我，目光忽然变得郑重起来。昭宁，我名下的资产已经全部转移到了东青资本的信托基金里，基金会的新任理事长是你，执行董事也是你。我这辈子没给你做过一顿饭，没给你开过一次家长会，没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过哪怕一次。我知道我补不了这些了，但我至少能把我打拼了一辈子的东西留给你。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他抬手制止了我。不要拒绝，这不是补偿，是传承。东青资本是我一辈子的心血，交给别人我不放心。而且，他笑了一下，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我也想让你知道，你有一个了不起的爸爸。你有一个了不起的爸爸。这句话像一记闷拳砸在我胸口，砸出了我20年来所有关于父亲这个概念的委屈和渴望。我别过头去，不想让他看到我掉眼泪，但肩膀的颤抖出卖了我。他伸过手来，枯瘦的手掌轻轻附在我的手背上，温暖的不像一个病人。哭吧，他说，爸爸在这儿。我在瑞士待了整整1个月，白天陪他说话、晒太阳、看雪山，晚上睡在隔壁的陪护房间里，听着医疗仪器规律的滴答声入睡。他的状况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坐起来跟我讲他年轻时在香港白手起家的故事，坏的时候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握着我的手，一遍一遍的麻撒，像是要把这20多年缺失的触碰一次补回来。2月的一天，我推着轮椅带他在疗养院的花园里散步，他忽然指着远处的雪山说，你妈妈以前说过，想和我一起去瑞士看雪山。我低头看他，他仰着脸，阳光落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那一刻他看起来不像一个身家500亿的商业巨子，只是一个想念爱人，想念了一辈子的普通老人。昭宁，你恨我吗？他忽然问。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以前不恨，因为不知道你的存在。后来不恨，因为我知道有些事不是你的错。他笑了笑，眼眶又红了，你比我想象的要好太多了。你妈妈把你教得很好，你外公也把你教得很好。2天后，他在睡梦中安静的离开了。医生说他走得很安详，没有任何痛苦。我站在他的病床前，看着那张平静的、带着淡淡笑意的面容，眼泪无声的滑下来。1个月，我只有1个月的时间和他相处，可这1个月里我感受到的爱和温暖，比过去3年在季家感受到的全部加起来还要多。原来这就是被珍视的感觉。原来我从来不是一个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错误，而是一个人盼了20多年才盼来的视若珍宝的孩子。陈冬青的葬礼很简单，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在了疗养院后面的雪山上，因为那是母亲想和他一起来的地方。我站在雪地里，看着白色的骨灰被风吹散，融入漫山遍野的白，心想，爸爸，你终于去见他了。葬礼结束后，陈律师，现在是东青资本的法律顾问，把一沓厚厚的文件交到我手上。信托基金的架构、资产清单、股权证明，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条款，汇总成一个令人眩晕的数字，520亿港币。加上外公留给我的8亿股份，我如今的身家已经超过530亿。我从一个被前夫扫地出门的弃妇，变成了全亚洲排名前50的女富豪。而这一切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3月中旬，我结束了环球旅行，回到了这座城市。飞机落地的那一刻，舷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和我离开那天清澈的蓝色截然不同。我望着窗外熟悉的城市轮廓，心里没有任何波动，就好像只是出了一趟远门，而不是和一个世界彻底告别。我没有回季家别墅，而是直接住进了万盛集团旗下的一家5星级酒店。站在68楼的落地窗前俯瞰整座城市，万家灯火在夜幕中次第亮起。我忽然想起自己27岁生日那天许的愿望。那天季怀洲照例没有回来，我一个人坐在别墅的餐厅里，面前摆着一个6寸的小蛋糕。张妈帮我点上蜡烛，我闭上眼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希望有一天我能真正的为自己活一次。那一天终于来了。第2天一早，我接到了陈律师的电话。
林小姐，有个消息您可能会感兴趣。陈律师的语气带着一种微妙的意味。纪氏集团今天上午向各大银行提交了紧急融资申请，金额是20亿。我拿着手机站在落地窗前，嘴角缓缓弯起一个弧度。另外，陈律师继续说，纪家今天发出了一批请柬，纪怀洲先生与苏婉清小姐的订婚宴定在下周6。窗外的晨光穿过云层洒进房间，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睁开眼，目光落在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倒影上。镜面里的女人穿着一件剪裁利落的白色西装，眉眼间褪去了所有讨好和怯懦，只剩下一片沉静的从容。订婚宴啊！我轻轻重复了一遍，声音里没有任何波澜，唇角却慢慢地勾起了一个笑。陈律师，帮我准备一份大礼。什么样的大礼？我转身走回房间，从桌上拿起那份万盛集团的董事会成员名单，指尖划过一个个名字，最后停在了一个位置上。我要给纪家送一份让他们永远忘不了的贺礼。电话那头，陈律师沉默了2秒，然后笑出了声。林小姐，我很期待。放下手机，我走到书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查看纪氏集团最新的财务报告。这是我这3个月养成的习惯，投资教父陈冬青的女儿，怎么能不懂得商业？在瑞士的那1个月里，父亲把他毕生的投资智慧倾囊相授。他说，昭宁，商场如战场，但比战场更残酷。战场上你能看到敌人，商场上你只能看到笑脸。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靠在病床上，声音虚弱却字字清晰。我把每一句都记在心里，就像小时候背课文一样认真。纪氏的报告我翻了整整1个上午，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他们不仅欠银行贷款，还有大量民间借贷，光是利息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而纪怀洲这次提交的20亿融资申请，实际上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赌博，赌的是新项目能迅速回笼资金。但那个新项目我太了解了。3年前刚结婚的时候，纪怀洲的父亲纪远山在饭桌上得意洋洋地谈过这个新能源项目。我当时听出了几个关键风险点，小心翼翼地提醒了一句，被纪怀洲冷冷地瞥了一眼，说你不懂就不要插嘴。我没有再说话。后来事实证明我当时的判断是对的，那个项目因为技术路线选择失误，3年来烧了10几个亿，至今没有任何产出。而纪远山现在又把宝压在了这个项目的2次融资上。我合上笔记本电脑，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隔壁会议室里传来模糊的人声，是万盛的季度经营会议，我是新任董事，今天的会议本应该在邀请名单之内，但我没有去，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一个本地的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对面传来一个甜腻的女声，请问是林昭宁小姐吗？我是。您好，我是苏婉清，冒昧打扰了。我的手顿了一下，随即恢复平静。苏婉清，纪怀洲的白月光，那个让他在婚姻里念念不忘，在我离开后立刻要娶回家的女人。他给我打电话做什么？苏小姐，有事吗？我的语气平淡如水。是这样的，我和怀洲下周6订婚，我想邀请您来参加。他的声音温柔得体，每一个字都精心修饰过，但我听出了藏在温柔底下的那丝试探和炫耀。毕竟您和怀洲有过一段过去，我觉得当面把事情说开会比较好，以后大家也不会尴尬。您觉得呢？以后大家也不会尴尬。我几乎要笑出声来。这个女人的话术确实高明，看似大方得体，实际上每个字都在宣布主权，她是我的了，你以后离她远点。如果是半年前的我，大概会红着眼眶拒绝，然后躲在没人的地方哭一场。但现在嘛，好啊，我爽快地答应了，语气轻快的像在答应一场普通的聚会。请简发我一份，我一定准时到。苏婉清显然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干脆，愣了1秒才接话，太好了，那我让怀洲亲自给您送请柬。不用麻烦季总了，寄到酒店前台就行。我报了一个酒店地址，然后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挂断了电话。挂掉电话后，我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窗外阳光正好，城市在脚下绵延起伏，
像一盘巨大的棋局。每一个屋顶下都有人在算计，在争夺，在爱恨里翻滚，而我此刻站在高处俯瞰这一切，忽然觉得自己像一只终于飞出笼子的鸟，看什么都觉得有趣。苏婉清，你想炫耀你的胜利，想看看我这个失败者落魄的模样，对吗？那你就等着看吧。不过你可能要失望了。晚上，我去了一趟外公的墓地。外公的墓在城西的陵园里，依山傍水，是一块风水极好的地方。我提着一壶他生前最爱喝的龙井，沿着石阶一级一级走上去，高跟鞋踩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回响。墓碑上的照片是外公60岁时拍的，头发花白，目光炯炯，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觉得他下一秒就要开口说话了，说的是他最常念叨的那句：昭宁啊，人活一世，最重要的是心里舒坦。外公，我现在心里很舒坦。我蹲下身，把龙井倒在墓碑前的小杯子里，茶香在晚风里散开。你给我的股份我收到了，爸爸留给我的东西我也拿到了。你放心，我会把它们用得明明白白的。风吹过松林，发出一阵低沉的涛声，像是外公在回应我。还有一件事。我站起来，用手帕擦了擦墓碑上的灰尘，声音轻得像在说悄悄话。季怀州下周6订婚，请我去参加。外公，你说我要不要送他一份大礼？风忽然大了起来，吹得我的头发和风衣猎猎作响。我仰头看着满天繁星，忽然觉得外公就在天上看着我，目光里带着他惯常的慈爱和狡黠。送吧，我替他回答了自己，不仅要送，还要送到他心里。那天晚上，我回到酒店已经很晚了，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镜面墙壁映出我的身影，驼色风衣，素颜，齐肩的头发随意披散着，眼角没有妆容的修饰，反而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好几岁。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弯了弯嘴角。挺好的，林昭宁，你终于活成了自己最喜欢的模样。电梯到了68楼，门打开的瞬间，我愣住了。走廊里站着一个男人，西装笔挺，身材颀长，正低着头看手机。听到电梯声响，他抬起头来，露出一张我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脸。季怀州，他怎么会在这里？我走出电梯，脚步没有停顿，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半年的旅行和经历教会了我一件事，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让对手看到你的真实情绪。季怀州看到我的那一刻，眼神明显晃动了一下。他大概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我，更没想到我看起来和半年前判若两人。他的目光从我脸上划过，落在我的风衣上，又划回我的眼睛，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出一句：你住在这里。我掏出房卡，有事吗？婉清说你答应了来参加订婚宴。他顿了顿，我来给你送请柬。他递过来一个精致的信封，烫金的字体，淡淡的香水味。我接过来，低头看了一眼，新娘的名字用花体字印得格外醒目。谢谢。我把请柬收进包里，恭喜你，终于娶到想娶的人了。这句话我说的真心实意，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但季怀州的表情却微妙的变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刺了一下。你这半年过得怎么样？他问，语气里有种生硬的关心。挺好的。我刷卡开门，时间不早了，季总请回吧。我推门进去，正要关门的时候，他忽然伸手按住了门框。昭宁。我回头看他，等着他的下文。走廊的灯光在他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我们就这样对视了好几秒，空气里有一种奇怪的安静。最终他松开了手，退后一步，恢复了那副疏离克制的表情。没什么，订婚宴见。门在我身后合上，我靠在门板上，低头看着手里的请柬，忽然笑了一下。我打开请柬，里面的内容很标准，时间、地点、新郎新娘的名字，一切都完美无缺。但我的目光却落在了右下角那行小字上，特别明谢，季氏集团。季氏集团都快破产了，办个订婚宴还要标上集团名号撑场面。季怀州啊季怀州，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这场体面的订婚宴，很可能就是你季家最后的体面。我把请柬扔到一边，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看着这座灯火辉煌的城市。下周六，好戏就要开演了，而我将以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身份出现在那场订婚宴上，不是季怀州的弃妇前妻，而是万盛集团第3大股东、东青资本新任理事长，身家530亿的林昭宁。一想到季怀州和苏婉清看到我时脸上的表情，我就觉得这半年受的所有苦全都值了。夜色渐深，城市的霓虹在窗外闪烁。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坐在落地窗前的沙发上，开始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陈律师。陈叔叔，订婚宴的礼物准备的怎么样了？已经准备好了，林小姐。股份收购协议已经草拟完毕，相关文件我都带在身上。很好，下周6、10点，你准时出现在宴会厅门口。第二个电话打给万盛集团的董事会秘书。王秘书，我是林昭宁。下周6、10点，我要召开一个简短的临时董事会，议题是季氏集团债务收购预案。对，不需要太长时间，15分钟就够了。第三个电话打给了一个久违的人。电话响了好几声才被接起来，那头传来张妈惊讶的声音：昭宁小姐。张妈。我的声音温柔下来，下周6晚上，你有空吗？有空。张妈的声音激动的有些发抖。您要我去哪里？陪我去一个地方。我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嘴角弯起一个意味深长的弧度，一个有趣的地方。放下电话，我把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然后拿起手机，刷到一条季怀州3分钟前发的朋友圈，配图是他和苏婉清的合照，两人站在一棵装饰的流光溢彩的圣诞树前，苏婉清靠在他肩上，笑得灿烂而甜蜜。配文只有4个字：余生有你。我盯着那4个字看了3秒钟，然后面无表情地关掉了屏幕。余生有你，季怀州，你的余生里确实会有我，但不是以你前妻的身份，而是以你债权人的身份。窗外的城市沉入夜色，远处的高楼上有人在放烟花，一朵一朵在夜幕中炸开又消散，短暂而绚烂。我靠在沙发里，闭上眼睛，脑海里开始排列接下来要做的事。万盛集团的股份确权已经完成，东青资本的继承程序正在走最后的流程。我手里的牌又多又硬，就等着在下周6那一把全部打出去。然后呢？然后这座城市会多一个永远不要得罪的女人。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订婚宴的日子越来越近。在这几天里，我没有闲着，白天和陈律师沟通收购方案的细节，晚上研究季氏集团旗下各家子公司的业务数据和财务状况。父亲留给我的不只是财富，还有他40年投资生涯积累下来的商业直觉和判断力。这些东西在他生命的最后1个月里，像溪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我的脑子。他说，昭宁，做生意和做人一样，要懂得什么时候该忍，什么时候该狠。他说，不要主动去害任何人，但如果有人踩到你头上，你就让他知道什么叫疼。他说，钱是工具，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你自己活得有尊严。每一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而此时此刻，我看着镜子里盛装的自己，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今晚我要让季家所有人知道什么叫尊严。镜子里的女人穿了一袭雾霾蓝的长裙礼服，剪裁利落，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只在腰间系了一条细细的银色链子，头发盘成了一个低低的发髻，露出修长的脖颈和一对简洁的珍珠耳钉。妆容干净而精致，口红色号是我精心挑选的，不张扬，但足够压住场面。我对着镜子最后看了一眼，满意地点了点头。很好，不像一个来砸场子的前妻，像一个来谈生意的女王。晚上6点半，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准时停在酒店门口。陈律师坐在副驾驶，后排是张妈和我。张妈今天穿了一身深紫色的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比参加自己闺女的婚礼还紧张。昭宁小姐，我们真的要去吗？张妈攥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那个苏小姐，我听别墅的人说，她架子大得很，
进门第一天就把所有佣人都换了。换了？我挑了挑眉，包括你。张妈低下头，没说话。我心头一酸。张妈在季家做了10几年，从季怀州母亲在世时就在了，季怀州居然为了苏婉清连她都赶走了。对不起，张妈。我握住她的手，我应该早点联系你的。不怪您，昭宁小姐。张妈抹了抹眼角，我现在在一家小饭店洗碗，也挺好的，真的。从明天起，你来帮我做事。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的说，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张妈愣愣的看着我，眼眶又红了。车子驶过繁华的商业街，拐进了一条林荫道。季家的老宅就在前面，那是一栋占地极广的中式庄园。季远山花了20年的时间，把它打造成了本城最负盛名的私人宅邸。今晚的订婚宴就在这里举办，整条街都被封了，路两边停满了豪车，穿着制服的安保人员在门口严阵以待。车子减速的时候，我透过车窗看到大门口站着的2个人，季怀州和苏婉清。他穿了一身黑色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依旧是那副冷峻金贵的模样。苏婉清挽着他的手臂，穿着一件香槟色的礼服，脖子上的钻石项链在灯光下熠熠生辉。2个人站在一起，确实是一对璧人。我的目光在苏婉清脸上停了2秒，她比照片上看起来更漂亮，五官精致，气质温婉，是那种让人一看就觉得舒服的长相。此刻她正笑着和来宾寒暄，俨然已经是这栋宅子的女主人。车子在门口停下，门童上前开门。我深吸一口气，提起裙摆，缓缓下车。然后我看见季怀州的目光扫过来，落在了我的身上。他愣住了，那双素来冷静自持的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情绪，那是一种混合了震惊、困惑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的复杂神情。他的目光从我脸上滑到我的礼服，再从礼服滑到我身后的劳斯莱斯和陈律师手里的公文包，最后回到我的脸上，嘴唇微微张开，像是有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苏婉清也看到了我，她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但很快调整过来，用一种刻意放大的温柔声调说，昭宁姐姐来了呀，快请进，快请进。姐姐？我什么时候成了她姐姐？我没有理会这个称呼，而是走到季怀州面前，微微仰头看着他。他比我高半个头，此刻低着头看我，目光里的震惊还没有完全褪去。季总，恭喜。我微微一笑，语气不卑不亢，祝你和苏小姐百年好合。你，季怀州的声音有些不自然，你怎么什么？我歪了歪头，不是你亲自给我送请柬的吗？我答应了要来的。他的喉结滚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被苏婉清拉了拉衣袖。怀州，后面的客人还在等着呢。季怀州回过神来，目光复杂的看了我一眼，最终还是侧身让开了路，请进。我带着陈律师和张妈穿过大门，走进灯火辉煌的庭院。身后传来宾客们压低了的议论声，那是林昭宁吧？季总的前妻，她怎么来了？还打扮的这么……我没有回头，脚步稳的像走在自己的领地上。庭院里布置的极其奢华，到处是鲜花和水晶灯，每一张桌上都摆着定制的香槟杯和精致的菜单。我在人群里扫了一眼，很快就找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万盛集团的几位董事，季氏的合作方代表，还有几家媒体的记者。很好，该到的人基本都到了。我找了一个不太显眼的位置坐下，陈律师坐在我旁边，公文包放在膝盖上，神情淡然。张妈坐在另一边，不停地搓着手，嘴里念念有词，大概是在祈祷今晚不要出什么乱子。张妈，放松。我拍了拍她的手，今晚不会出乱子，今晚只会出新闻。晚宴按照流程进行，致辞、敬酒、交换戒指。季怀州和苏婉清在台上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订婚仪式。苏婉清致辞的时候说到动情处还掉了眼泪，说等了季怀州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台下的宾客纷纷鼓掌，我坐在角落里也跟着鼓了掌，表情真诚的像一个真心祝福前任的合格前妻。季怀州的视线在鼓掌的过程中扫过我，停了1秒，然后快速移开。
他大概觉得我的出现太过诡异，但碍于场合不好多问。倒是苏婉清在挽着季怀州挨桌敬酒的时候，特意绕到了我面前。昭宁姐姐，谢谢你今天能来。她端着酒杯，笑靥如花。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能不太容易，但你能来，我真的很感动。她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周围的几桌人都能听到。一瞬间，无数道目光齐刷刷的落在了我身上，带着好奇、同情和看好戏的意味。我站起来，端起酒杯，和她碰了一下。苏小姐客气了。我的笑容比她还要灿烂，季总是我的，怎么说呢，过去式。总之，你们开心就好。旁边有人没忍住笑了一声。苏婉清的笑容僵了一瞬，但很快恢复如常。姐姐真会开玩笑。对了，听说姐姐这半年去旅游了，散散心也挺好的，毕竟。她故意没把话说完，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停顿，目光在我身上上下打量了一下，好像在看一个可怜的需要靠旅行来疗伤的女人。是啊，去了不少地方。我放下酒杯，语气随意的像在聊天气。冰岛的极光挺好看的，瑞士的雪山也不错。对了，苏小姐，你去过瑞士吗？还没有呢。苏婉清摇头，工作太忙了，怀州也走不开。那可惜了。我微微一笑，瑞士是个好地方，我在那边待了1个月，处理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呀？他顺着话头问，语气里带着敷衍的好奇。也没什么。我抬眼看着他，笑容不变，就是继承了一点东西。苏婉清眨眨眼睛，显然没听懂我在说什么。季怀州却皱起了眉，目光陡然变得锐利起来。他比苏婉清敏感得多，从我的语气里嗅到了某种不对劲。继承什么？他沉声问道。我没有回答，只是转头看了一眼陈律师。陈律师心领神会地站起来，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周围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季怀州先生，您好，我是林昭宁小姐的法律顾问陈文渊，受林小姐委托，我在此向您及季氏集团正式送达一份通知。整个宴会厅忽然安静了下来，连背景音乐都被人调低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这张桌上，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奇异宁静。季怀州的脸色变了，他盯着陈律师手里的文件，声音压得很低，什么意思？根据万盛集团今日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决议，陈律师一字一顿地说，万盛集团已经全资收购了季氏集团对外的全部到期债务，合计 23.8 亿元。从即日起，万盛集团将成为季氏集团的唯一债权人。轰的一声，宴会厅炸开了锅。季怀州的脸在一瞬间变得惨白，他猛地转向我，眼睛里的震惊几乎要溢出来。你是万盛的？我是万盛集团第3大自然人股东，持股 8%。我平静地看着他，声音不疾不徐。今天下午的临时董事会是我召集的，收购季氏债务的提案也是我提的。苏婉清的笑容彻底从脸上消失了，她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好像在看一个从没见过的怪物。她的手紧紧攥着季怀州的袖子，指节都发白了。你胡说！一个尖锐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季远山拄着拐杖快步走过来，满脸怒容。林昭宁，你哪来的股份？林正红的股份早就分完了，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手里什么都没有。陈律师面不改色的从公文包里取出另一份文件，双手递到季远山面前。季老先生，这是林正红先生生前签署的股权赠与协议以及工商变更登记证明。林昭宁小姐名下 8% 的万盛股份合法有效，您可以随时核实。季远山接过文件，双手颤抖地翻了翻，脸色从通红变成了铁青。宴厅里的宾客已经开始窃窃私语，有人在问23亿是真的假的，有人在算 8% 的万盛股份值多少钱，还有人掏出手机开始查林昭宁这个名字。记者们的闪光灯此起彼伏，把这场原本喜气洋洋的订婚宴变成了一场闹剧。季怀州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的脸色从惨白变成了灰白，嘴唇紧抿成一条线，眼中有愤怒，有震惊，还有一种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东西，后悔。是的，后悔。
他终于意识到，那个被他冷落3年、扫地出门的女人，如今捏着他整个家族的命脉。还有一件事，我忽然开口，声音不大，但嘈杂的宴会厅再次安静下来。我从手包里取出另一份文件，是东青资本的股权证明。我把它平放在桌上，推到季怀州面前。今年1月，我在瑞士继承了我父亲陈东青的遗产，包括东青资本的全部股权，总价值约520亿港币。我看着季怀州的眼睛，一字一句，季怀州，你当初签字离婚的时候，大概从来没想过，你放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前妻。全场死寂。季怀州低头看着那份股权证明，上面的数字和公章刺痛了他的眼睛。他抬起头，嘴唇蠕动了半天，终于挤出一句话，你爸是陈冬青。苏婉清的表情终于彻底崩了。他猛地转头看向季怀州，眼神里翻涌着太多复杂的东西，有震惊，有不甘，还有一丝我读懂了的东西，恐惧。他在害怕，害怕这个被他踩在脚下炫耀的前妻突然变成了一个他高攀不起的存在。这才是他给我打电话邀请我来参加订婚宴的真正原因，他想在我面前展示他的胜利。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精心准备的炫耀舞台变成了我宣布王座的典礼。而季怀州呢？他此刻的表情比苏婉清还要精彩。我认识他10年，从17岁到27岁，见过他冷淡，见过他骄傲，见过他意气风发，也见过他疲惫沮丧，但我从来没有在他脸上见过这种神情，像被人当众扒光了衣服，所有引以为傲的东西在瞬间崩塌。23亿的债务捏在一个他曾经最不在乎的人手里。林昭宁，他开口，声音嘶哑，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我歪了歪头，做出一个思考的表情，我还没想好。也许我会要求季氏在3个月内偿还全部债务，当然，以季氏目前的资金状况，这应该不可能。也许我会申请季氏破产清算，那样的话。我环顾了一圈宴会厅里的奢华布置，微微一笑，这栋老宅可能要保不住了。季远山的拐杖啪地掉在地上，老人的脸色从铁青变成了死灰。昭宁，季怀州往前迈了一步，声音里有了一丝我从未听过的恳求，我们可以谈谈。谈谈。我看着他，眼神里没有恨意，也没有爱意，只有一片平静如水的淡漠。季怀州，你还记得你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他的嘴唇颤了一下。你说让我尽快搬出去，因为你的未婚妻要来看房子。我轻声重复了一遍，语气平淡的像在背诵一段课文。你说这话的时候，甚至没有抬头看我。季怀州的脸色彻底灰了，他想说什么，但嘴唇张了又合，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我弯腰拿起桌上的手包，整理了一下裙摆，转身面对全场宾客和记者。各位，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们的雅兴。今天的订婚宴非常精彩，感谢季家的盛情款待。我的目光在满堂宾客的脸上缓缓扫过，最后落回季怀州身上。季总，明天上午10点，我的团队会正式通知你债务清偿的具体安排，届时请你准时出席。说完这句话，我带着陈律师和张妈转身离开，穿过长长的红毯，穿过满堂震惊的宾客，穿过那扇气派的大门，高跟鞋踩在青石板上，每一步都踏得沉稳有力。身后是死一般的寂静，间或夹杂着几声压抑不住的惊呼和议论。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我听到身后传来一声瓷器碎裂的脆响，不知道是谁摔了杯子，也许是苏婉清，也许是季远山，也许是季怀州本人。我没有回头，走出了季家老宅的大门，夜风迎面扑来，带着初春的微凉。我站在台阶上仰起头，看着头顶那轮弯月，深深地缓缓地吐出一口气。昭宁小姐，张妈的声音带着颤抖，您还好吗？我很好。我转过头看她，月光下我的眼睛亮得惊人，我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陈律师站在一旁，推了推眼镜，嘴角露出一丝赞赏的笑意。林小姐，您今晚的表现，令尊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骄傲的。我冲他笑了笑，然后回头看了一眼灯火通明的季家老宅。从外面看，它依然是那么气派，那么堂皇，
但我知道那层华丽的外壳之下，一切都在碎裂，就像半年前的我。我转身上了车，靠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闭上了眼睛。手机震了一下，是一条新消息。我点开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只有短短一行字：林小姐，今晚的事我听说了，干得漂亮，有兴趣合作吗？傅景深。傅景深。我皱眉想了半天，终于从记忆的角落里挖出了这个名字。傅家的二公子，傅氏集团的少东家，据说是个手段狠辣、不可一世的商业天才。我跟他毫无交集，他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发消息？我没有回复，把手机扔进包里。窗外城市的灯火飞速后退，霓虹灯的光影在我脸上明明灭灭。车子驶过跨江大桥的时候，我看着江面上粼粼的波光，忽然想起17岁那年的夏天，我站在学校天台上，对着满天星辰许过的愿望。那时候的愿望很简单，嫁给季怀州，然后幸福的过一辈子。我嫁给了他，却没有得到幸福。但现在，我得到了比幸福更重要的东西，我得到了自己。车子在酒店门口停下，我下车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件事，回头对陈律师说：陈叔叔，明天帮我约一下季怀州，单独约。陈律师微微一愣，您要和他谈什么？谈一谈23亿的债务。我微微一笑，眼底有一丝微不可察的促狭，顺便跟他喝杯咖啡。您确定要见他？当然。我走进酒店大堂，镜面墙壁映出我的倒影，雾霾蓝的长裙，从容的眼神，唇角若有若无的笑意。我也很想看看那个曾经看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的男人，现在会用什么态度跟我说话。人为什么努力？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和轻视过自己的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让他不得不抬起头来看你。电梯门缓缓合上，数字跳动着上升。68楼，我走出电梯，刷卡进门，脱掉高跟鞋，光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走到落地窗前，城市的夜景尽收眼底。我端起桌上没喝完的半杯红酒，对着窗外的万家灯火举起杯，敬自己。林昭宁，我轻声对自己说，欢迎回来。而此刻，在季家的老宅里，一场原本应该甜蜜圆满的订婚宴，变成了一地鸡毛。据说我走后，苏婉清直接甩开季怀州的手上了楼，季远山被紧急送往医院吸氧，季家的几个长辈当场翻脸指责季怀州不该和我离婚。剩下的宾客尴尬的坐了不到10分钟就纷纷告辞，精心准备的88桌宴席，最后剩下了80桌几乎没动的菜。季怀州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宴会厅里，看着满地狼藉的水晶灯碎片和东倒西歪的鲜花，脸上的表情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他的手机亮着，屏幕上是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季氏集团财务总监发来的紧急汇报，季总，不好了，万盛集团刚宣布冻结了我们的全部授信额度，明天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法兑付。季怀州盯着那条消息看了整整1分钟，然后缓缓闭上眼睛。这一刻，他终于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段可有可无的婚姻，他失去的是唯一能救他的人。